嗨，大家好。中美阿拉斯加2+2高峰会上，杨洁篪打破常规的16分钟怒怼，固然成为焦点，但双方翻译的表现却意外点燃了网友讨论的热情。中国网友的目光自然集中在了将杨洁篪16分钟的发言快速、准确而流利地翻译出来的中国翻译张晶。这位杭州美女一时成为微博热搜。我在社区中已经对她有过介绍，而坐在她对面的这位紫发美国翻译却一直蒙着一层神秘面纱。他到底是什么来头？是传说中临时找过来的一位翻译吗？其实还真的不是，我一查才知道，他可是一位科班出身的专业口译人员，而且毕业于全球顶尖3大翻译学院之一的佛蒙特州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这所学校有翻译界的哈佛之称。这位紫发女英文名字叫做蓝冲 Paul Peter， 中文名为钟兰，看起来是个华裔没错，但听他的中文明显不是母语的感觉，所以应该是一位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从小在家里可能有中文的环境，但口音并不纯正。像这样的 ABC 在美国也不在少数。Paul Peter 为其婚后冠以的夫姓，她老公也被我找到了，就是这位 Kevin Paul Peter， 他是 CNA 中国研究部的一位高级研究人员。CNA 是干嘛的？它是美国海军分析中心，是一个专门服务于美国国防部的智库组织。如图，他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研究部。根据介绍，他还是一位 Chinese linguist 汉语语言学家，但搜遍了全网，并没有见到他说中文的视频。不过，既然能进 CNA 的中国研究部，自然有2把刷子。这不是娶了一位华裔做老婆吗？也就是那位紫发女。其实，紫发女之前的头发并不是这个颜色，这是我找到她的一张最早的照片。是2015年习主席访美时两国翻译团队的合影，穿粉色衣服的就是他。那时的他还是一头乌黑的发色，而照片中左边的正是张晶。可见2011年进入外交部的他，在2015年已经随领导人出访美国了。不过当时习主席的贴身翻译可不是他，而是这位周宇。这是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塔克马市林肯中学时，周宇在一旁进行翻译。周宇，武汉人，现任外交部翻译司英文处参赞兼处长。而那时的美方翻译钟兰还并不是美国政府部门的正式员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美国政府采购数据网站上找到了钟兰的信息，可以看到2017年美国政府给钟兰发了一个为期1年、价值71800美元的合同。在外企工作过的就知道，里面有 contract 和 regular 之分，可见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合同工。不过没多久他就转正了。据报道，转正后钟兰的年薪达到15.2万美元，约100万人民币，可见正式员工的薪水达到合同工的2倍之多。紫发女能够转正，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对于外交翻译这档的事似乎不太重视。也没错，现在哪国的外交官不懂英文呢？美国国务院有个语言服务办公室，服务10门外语的口语翻译竟然只有16人，实在太少。平均1门语言还分不到2人。据说中文还不错，分到了2个。此前跟奥巴马来华夜访瀛台的翻译吉姆·布朗就是其中一位，不过现在已经退休。这是2017年11月特朗普访问北京时，吉姆·布朗为他的贴身翻译，而钟兰就在身后，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随身翻译。那时他的头发还是黑色。而到了2018年12月，中美首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时，他已经变为首席中文翻译了。这是2019年2月，特朗普在白宫与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见面时，他就坐在后面，不过头发已从乌黑向灰白转变。到了2020年1月24日，他的头发彻底白了。据说这次的紫发是今年1月时刚染的。还没卸任的特朗普当时却不以为意。但是我们知道，外交无小事，翻译人员本就是整个外交场合的绝对配角，切忌喧宾夺主，尽量要保持庄重、得体和不苟言笑。所以中国外交部的美女翻译不仅不会浓妆艳抹，而且时常还会给人冷艳御姐的感觉。像张晶这样的打扮已经算是极限了。所以低调是外交翻译人员要恪守的第一准则。像紫发女这样喜欢在万绿丛中一点红，或者极具个性的发系选择，在外交场合实属罕见。这不，中美会谈刚一开完，就传出消息，美国总统拜登训斥了布林肯，竟然带了个紫发女出席这么重要的外交场合。当然，拜登介意的
恐怕只是他头发的颜色，而并不是他那磕磕绊绊的翻译水准。毕竟他也不懂中文。而更有意思的是，会谈结束后，英文世界也不乏对这位美方翻译出色的表现给予了表扬。这是紫发女的母校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在第一时间发文为校友点赞，也有网友发文祝贺。有些人会将其解释为中美双方翻译文化上的不同导致的。翻译讲究信达雅，中方以信即信息的完整为主，其次是达让对方及时听懂，最后是雅即语句优美，而美方追求的只是达。这么解释也可以吧？毕竟大家都看过美国电影，也知道里面的中文水准。What the hell do I care what your name is? You're a criminal. 我不是犯人，我不是犯人，我不是犯人。将军，我在美国英语，这句给我托梦的。我无针灸，你是在18里拉的？你是在18里拉的？ I told you, sir. 原来你的录音带，我就可以就请下去报案了。Wow, that was well said. 所以，如果你能说一口中文，而对方竟然还能听懂，那你的中文水平应该是可以被褒奖了吧？视频中还有个细节，就是在杨主任畅谈16分16秒的时间里，张晶频频向主人这边张望。这是在杨洁篪说到第7分08秒时，张晶向这边瞄了一眼，但杨主任似乎忘记了翻译的存在。而又过了8分钟，张晶再次望向杨主任，明显有些 hold 不住了，但杨依旧侃侃而谈，毫不理会。张晶只能继续奋笔疾书，直到16分钟全讲完后，杨洁篪都没想到要翻译的事情。不过好在最后，张晶成功完成了这16分钟的信达雅。除了遗漏是美国民调被杨提醒之外，着实体现了非凡的速记和临场翻译能力。因为在翻译界16分钟的时间真的很长，恐怕很多人连用中文重复杨的这16分钟都无法做到，何况是英文。那么张晶书写中文有这么快吗？我敢保证他写的东西你一句都看不懂。请看这位翻译的速记笔记。大家好，我叫李轩，我是上海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在过去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我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家庭里面父亲的角色。其实这个研究领域还挺孤独的，因为绝大部分关于儿童发展、亲子关系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妈妈的角色、行为和对孩子的影响。在公众的认知中间，妈妈也是那个带孩子的绝对主力，很少有人去关注父亲。不过在最近几年里面，有越多的人开始说到，速记人员的笔记可以用天书来形容，因为他们有一套只有自己才能看懂的密码书。最后就是外交人员的选拔，大家可能也发现了，无论周宇、张晶还是张璐，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而且完全没有留学经历，所以他们的英语口音既不英式也不美式，当然听着也知道绝不是母语，一看就是中国外语学校体系培养出来的。所以猜测中国外交部选拔翻译人才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外语基本功和速记能力自然是一方面，背景也同样重要。此外，除了张晶、张璐两位美女之外，外交部的4朵金花还有2位，一位是姚梦瑶，长相清秀，透着股灵动之气；另一位是钱新义，工作起来非常认真严肃，基本没效果，因此网友称她为冰山美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以后会议中多加关注。最后请大家来猜一猜，这位小伙子他的母语到底是什么？首先，英语。we were kids and we were playing this like cap game where you have like a bottle cap and started playing basketball and stuff and was part of the club. And I distinctly remember one of my still good friends from China, like I still keep up with him, like childhood friend of like, he invited me over to play this game with the other kids and I was. 听起来英语是母语没有问题，其次中文。在美国他们经常在那个 cafeteria 在那个餐馆，美国的餐馆，我到美国我吃美国这边做的米饭觉得很硬，听着好像也没什么口音，其实他的母语既不是英语也不是普通话，而是川普。没错，就是四川普通话。我从小在四川那边长大的，小学开始讲四川话，但是在成都那边上课的时候，老师都是讲普通话。我2个哥哥也是在成都长大的，他们的四川话特别牛。问我你老家是哪儿，我肯定会说成都。